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人间烟火》。老公外出偷腥，频频被我抓包，婆婆却劝我大度一点。女人要是太计较，这个家迟早的散，不如睁只眼闭只眼。除此之外，她还成了老公和外面女人的联络站，帮他出轨还瞒着我。都是女人，何苦互相为难呢？我反手把公公的情人领进门，给他上了一课。如果找老公时不擦亮眼睛，那么后半辈子可有苦头吃了。就像我现在，不是在抓奸，就是在去抓奸的路上。深夜时分，老公刘磊蹑手蹑脚地从床上爬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出去了。他以为我早就睡得像个死猪一样，实际上没等被窝里的温热消散，我一个咕噜爬了起来。在睡前，他亲自给我端的牛奶有一股怪味，应该是放了安眠药的缘故。我觉察出不对，悄悄倒掉了。而渣男如此大费周章，肯定有重要的事情做。我摩拳擦掌，准备一抓一个准。急匆匆跑到地下车库，刘磊的车刚刚开走，这难不倒我，他的车上早已被我放置了定位器。出租车奔驰在夜色下，我紧紧盯着前面忽明忽暗的车灯，睡意上冲却不敢有丝毫松懈。终于，车辆停在一家民宿的门口，刘磊下车，一个身材瘦小的女孩迫不及待地冲上来，投入他的怀抱。呵呵，我等的正是这一刻。拿起等待多时的手机，我将画面完完整整地记录下来。两人在民宿门口腻歪了一阵，双双簇拥着往里走。我屏住呼吸，迅速观察地形。旁边正好有一栋高楼，要是爬上去，能看见民宿房间内的情况。这样一来，刘磊就算是浑身长嘴都说不清楚了，真是天助我也。然而，就在关键时刻，刘磊的手机亮了一下，似乎是条微信。他迅速看了一眼，然后转头向女孩道歉：“我有点急事，今晚不能陪你了，下次。”他结结巴巴边说边往外走，小女友瘪着嘴一副要哭的样子：“不是说你老婆睡死了吗？人家好不容易见你一面，到手的机会就这么飞了。”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，老公已经先我一步上床了，鼾声震天。婆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出来，端坐在沙发上，似乎专门等着我，阴阳怪气了一番：“哎呦喂，谁家正经媳妇大半夜往外跑啊？你怕不是去找姘头吧？脏不拉几的玩意儿，可别脏了我儿子的床。”我脑中灵光一闪，似乎明白了此次行动失败的原因。打开平板电脑，悄悄连接刘磊的微信。2个小时前，一条信息跳了出来：“快回来，你老婆出门找你去了。”信息来自婆婆，真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！此刻我气得捶床，但又对渣男和老太婆毫无办法。谁让我赶上这么奇葩的一家子呢？夫妻俩的日子过得像谍战剧，这一切都拜我那好婆婆所赐。我叫白玉婷，今年32岁，是一名中学老师。我家境优渥，父母都是做生意的。当初和刘磊结婚，父亲看中他聪明的头脑和重点大学商科毕业的学历，有意招他做上门女婿。就是这个决定让我深陷万劫不复。刘磊做小伏低，一开始什么都答应，对我们全家人非常顺从，尤其是在父亲面前，他堪比一条舔狗。直到父亲病重，临去世前将自己苦心经营一辈子的公司经营权留给他，并立下遗嘱：如果刘磊与我百年交好，不出轨不背叛家庭，那么可以一直拥有公司。如果我们俩离婚，他是过错方，则只能净身出户。此外，弥留之际的父亲还为我留了一手，一辈子挣得的钱全部买成房产和商铺，由我一人继承。如果我出了意外，
那么则由刘磊和我女儿继承。父亲前脚刚死，我就发现刘磊变了，他不再是那个韬光养晦、唯唯诺诺的上门女婿，反而像是农奴翻身做主人，经常冲着我和女儿大喊大叫。公司更是变成一言堂，仿佛要把这些年丢失的尊严全都找回来。然而，更让我绝望的事情还在后面。他自作主张将在农村独居多年的婆婆接到父亲给我买的别墅里，声称那么多年尽伺候我父母了，她也该尽孝。自从当年我生下女儿，老太婆在医院骂骂咧咧露过一面之后，我这是第2次见她。她一进门，我就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迂腐气息。农村老太太的杀伤力更是凡人难以想象。这丫头都5岁了，你们到底啥时候打算要2胎？不生个小子，以后死了都对不起祖宗。她盘腿在沙发上坐定，张口就开始向我发难。我们不打算要孩子了，培养好欢欢一个就心满意足了。我不卑不亢，一开始还不打算和老人撕破脸，谁知老太婆以为我好说话，又开始了神操作。我看怕是你生不出来吧，毕竟都30几了，当初找你做儿媳我就不同意，你瘦唧唧的，一看就是没福气的面相，要不是看你家有2个臭钱。可嗨，这个话头被刘磊及时截停了。我知道他可不希望旧事重提，可老太婆还不打算就此放过我。实在不行，这样好了，我在外面给我儿子再找个能生养的，正好你家房子大，到时候你住楼上，他们俩住楼下，生了儿子你一并养着就行，也不费事。什么？我难以置信地转头看向刘磊，他正低头装傻，看来他对我的不满也不是1天2天了。您搞清楚，这房子是我的，要不是因为刘磊，我认识您谁呀？要住就闭上嘴住，不住你赶紧走，别到我这里恶心人。那场争论在我的发飙中结束，婆婆当场闹得昏天黑地，我正熟睡的女儿被她吓得哇哇大哭。从此，我开始了鸡飞狗跳的生活。刘磊受他3观不正的母亲熏陶，开始频繁在外面搞小动作，除了生意场上，甚至把脏手伸到了风月场所，这是我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的。哎呦，男人3妻4妾很正常，一个聪明的老婆就是要学着闭上眼，捂住耳朵。咱们全家的花销还指望刘磊在外面挣巴呢，你要是敢惹他不高兴，把你和那赔钱货全扔出去，到时候哭都找不着调。做女人还是大度一点好，小气可是不招男人喜欢的哟。我内心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，离婚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。然而，要让这渣男和老太婆光屁股滚蛋，我必须拿到确凿的出轨证据，最好是在床上那种。于是也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，整个家充满火药味，甚至天天上演谍战剧。欢欢啊，你很快就要有新妈妈了。一天，正在卫生间的我偶然听见婆婆这样叫我的女儿。我自己有妈妈，不要什么新妈妈。女儿懵懂无知，疑惑地看着奶奶。要是妈妈死了呢？爸爸会给你找个更好的妈妈，还给你生个小弟弟，到时候你帮着带好不好呀？我瞬间火冒3丈，原来平时我不在，他就是这样教唆女儿的。妈妈不会死，那些心肠歹毒、不怀好意的人才会死得很惨，就像是白雪公主里的恶毒女巫一样。欢欢，你说对不对呀？我面不改色地递给女儿一根棒棒糖，转头看向婆婆。老太婆被气得浑身发抖，不过她的话倒是提醒了我，要是我死了，那么多房产便宜了谁？不言而喻。看来我再不奋起反击，真的要成为砧板上的肉了。
就在我为如何反击那母子俩感到苦恼时，突然收到一个消息，一个足以让我绝处逢生的消息。你要找的人就在本市，他老人家终生未嫁，听说还一直念着你公公呢。我知道，我的救星来了，她叫陈梅，是个年逾60的老太太，而她正是我公公的此生挚爱。据调查，刘磊的父亲母亲是包办婚姻，公公完婚后远赴城里读书，在城里他遇上了真爱陈梅阿姨，他们俩三观一致，情投意合，于是公公回家乡提出离婚。然而婆婆死活不愿意，甚至拿着一根上吊绳来到城里，在公公的学校门前哭闹了3天，声称自己怀孕了，如果敢离婚，就一根绳子吊死在学校门口。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，最终公公和陈梅双双被迫退学，走上了人生的分岔路。公公苦不堪言，一辈子不愿原谅婆婆，虽然最终没离婚，但这些年他一直远离家乡和老婆孩子，不愿面对。等着吧，我看看这次你是不是也能大度地面对旧情敌。通过弯弯绕绕的关系，我找到了刘磊的父亲，也就是我的公公。虽然他就在隔壁市，但除了婚礼上远远的有过一面之缘，他再没露过面。我应该喊您一声爸爸，我的亲爸爸已经去世，没了他的保护，我过得很苦，希望您能应一声，以解我思亲之苦。公公这些年来过得也不尽如人意，原本前途光明，被毫无感情的妻子搅和了，爱人近在咫尺却不可得。我懂他的痛苦和挣扎，多年的恩恩怨怨，是时候做个了断了，不能一直憋在心里，最终带进棺材。您说对不对？半个月之后，中秋节，我在家设宴，亲自下厨做了满满一桌子菜。婆婆和刘磊有些让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什么贵客呀？又是三文鱼，又是帝王蟹，不是我说你，连勤俭持家都不会。这个贵客值得最好的，你等着看好了。我神秘兮兮地等待贵客进门。晚上7点，门铃响了，我淡定地去开门，将2位老人迎了进来。很多年没见了吧？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公公，欢欢，快叫爷爷。我礼貌地招呼着，倒把婆婆和刘磊惊得目瞪口呆。另外这位恐怕连刘磊都没见过，他姓陈，是对公公来说最重要的人。既然今天是个中秋家庭大联欢，于是我也请了他。话音未落，婆婆嗷一嗓子嚎啕大哭，她瘫坐在地拍着大腿，大骂我歹毒，简直是要逼她去死。她凭什么进我家？她凭什么那么多年了还来勾引我的丈夫，挑拨我们夫妻关系？我一辈子过得不如意，就是这个恶毒女人害的。哭闹还在继续，我却冷冷笑了。不是您教我的吗？男人3妻4妾很正常，女人要学会大度才招人爱。怎么，这道理到了您这里就全盘推翻了？您这不是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吗？刘磊上前扶住母亲，转头也想指责我。玉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好好的家你非要搅和散了不可吗？是谁搅和整个家不得安宁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今天这样做有一半也是为了你。刘磊，爸说有个深藏心底的秘密，想要借今天这个机会告诉你。今年的中秋家宴实在特殊，婆婆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，她宝贝儿子脸色阴沉蹲在旁边劝。我招呼2位贵客入席，坦白局正式开始了。当年我想离婚，还准备给妻子一定的补偿，是因为我们实在没有感情，与其互相耽误，不如一别两宽。不愧是读过书的，公公说话不知比婆婆强多少倍。然而老婆跑到我的学校大闹一场，一哭2闹3上吊，我被开除了，
也与今生挚爱就此分离，留下一辈子的遗憾。说到动情处，公公看着一旁的陈梅阿姨，眼神仍旧含情脉脉。当时你说你怀孕有了儿子，说我是混蛋始乱终弃，但是今天我想问问你。公公转头看向地上哭泣的婆婆，目光如炬。自打结婚，我从未碰过你，没有夫妻之实，这个儿子究竟从何而来？惊雷从天而降，婆婆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刘磊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面色死灰。那天中秋家宴后，公公坚决地表示，一定要和婆婆离婚，受了一辈子的委屈和蒙骗，也该为自己活一次了。至于会不会和陈梅阿姨在一起，他们没有明说。巧的是，刘磊因为揭开了身世之谜，无法接受现实，到 KTV 买醉，恍恍惚惚间叫了特殊服务，被巡查的民警抓个正着，还上了电视新闻。我心心念念的背叛婚姻的证据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没什么好说的，离婚吧，你带上你亲爱的妈，给我光屁股滚蛋。我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，也算是告慰在天上一直着我的父亲。我想，这一切都是因为爸爸在保佑着我吧。这就是今天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